嗨，你可以看到我的樱花盛开的非常的漂亮，很多人在这边照相打卡。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仙人海客 Heavenly Hiker 的频道，我是 Paul。今天和大家聊聊这个大温哥华地区樱花盛开的一个景况，还有呢个人从中得到的激励和启示。首先啊，说到这个大温哥华地区的樱花，一般都是在3月中旬到4月下旬之间会盛开，然后一般预估的盛宴呢，都会在4月的第1个礼拜或第2个礼拜会达到巅峰啊。那今年的温哥华樱花节呢，它预定是在3月29，也就是3月底，然后一直到4月25号来举行啊。那他们会在温哥华地区一些重要的赏樱景点有些活动。那这些赏樱景点呢，一般大家都知道呢，就是Stanley Park 啦，或者是 QE Park 啦，还有这温哥华的这个植物园那边都有很漂亮的樱花可以看。但是呢，我今天要谈的并不是这些特别的景点因为这些景点大概都是观光胜地啦，大家都知道了。那因为很多朋友呢，都像我一样住在大温地区超过了20多年了。那么一定都知道，当地人本地人在赏樱不需要上山下海，也不需要跑到特别的名胜景点去看因为这些樱花它是在许多大温哥华地区的大街小巷或者校园都会盛开，而且呢，到处都是樱木花道所以你不需要跑这么远的地方你在你家附近的小公园或者是校园里面，或者是一些区域的公园里面，就可以看到那种树大就是美的盛况。那么我们这支影片呢，取景大部分都是在 Garry Point Park 和 Minoru Park。这里的樱花通常会开了又谢，谢了又开，一直持续到4月下旬。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还没有观赏过这2个 park 的樱花的话，那么就趁有空呢，赶快就去看。OK， 因为还有2个多礼拜。那么这个每年樱花的绽放对我来说不仅仅是这个周而复始又一个春季的开始而已它也象征着每个人的生命只要你愿意，随时可以有新生活或新生命的开始。我呢，因为离开这个周9晚5的职场生活，已经正式退休了。我终于可以慢下来欣赏这些过去虽然未曾错过，但也没能够细味品尝的这些美景。在这个樱花树底下呢，我学会了放慢脚步。我相信你们也发现到我这些影片呢，这个影片是用 slow motion 来放映的为了让你们能够细细品味，不要就这样一瞬间错过了那每一朵这个花瓣就像是时间的碎片一样提醒我应该珍惜当下。因为退休呢不是生命的终点，而反而是另一种生活的起点。那说到这里你们也知道我已经正式退休了所以是不是可以先帮我按个赞鼓励一下，然后呢待会儿呢顺便记得再分享订阅那谢谢了。那么我们继续聊下去。刚才说到哪儿了呢？对，就在我沉醉在这个红白缤纷的同时我开始回忆起过去生命中的点点滴滴那些与各位亲朋好友一起经历过的好山好水好滋味也就是那些忘不了的美食美景跟好氛围跟美氛围我开始就拿起了久违的吉他，拨弄清弦，弹唱一些非常熟悉的诗篇颂词摇滚灵歌我也开始回顾整理过去拍的每一张照片，每一份视频，还有以及在社交媒体里面曾经还有朋友群组里面曾经分享过的那些有关登山、露营、钓鱼，还有旅游还有种种的这种户外的这种生活内容。我曾经深深的觉得
这些都是我们过去生命中一起流露的热情和美善。哎呀，何其有幸才能够这样跨国跨界，然后彼此在云端上交流互动这么多年，真是难得。Hello， 所以到目前为止，大家对视频的内容还满意吗？那些风景是不是都很漂亮啊？哎呀，回想起我们过去的生命历程，也不是每一个阶段都是非常的顺利或者是美好，也有伤心的时候，也有这个困苦，也有艰难。但是呢，我们也是关关难过，关关过。所以每当我看到这个樱花，又重新绽放的时候，那通常都会启示我，让我想到说，其实生命中每个阶段都有它独特的美，不管它是忧伤的，不管它是孤独的，或者是非常的成功得力的，受益的，每个阶段都有它的美丽，而且跟每个时刻，就是看是不是能够静下来享受。那尤其是我们在退休后，更有时间了，那我们可以慢慢的来体会。那可是我们要记得的是，我们不只是在回忆过去而已，我们还应该要更加的积极，能够接受未来的变化，然后拥抱新的挑战。也就像这些樱花，每年到了这个时候重新绽放一样，我们都要用一个崭新的心态，和一个新的生活方式，来回味过去的种种一切，甚至能够重游过去的每一个时空的角落，去创造另外一个不一样的生命。那在这个樱花的陪伴之下呢，所以呢，我就开始制作，而且分享这一支，也就是我个人第一支正式公开的视频。然后呢，将来以后呢，我会陆续的，在其他视频里面分享个人的修剪的兴趣，而且会融合过去和未来我的生活。那么我们彼此在云端里面对彼此生活过去的交流分享，希望未来也能够成为照亮彼此生命的一个动力。所以啊，别忘了帮我按赞、分享、订阅，来支持我的频道，并且呢，记得留下你们的鼓励和支持要记得留言。那么你们每一次的互动都是我往前前进的一个动力。如果你期望收到后续视频的一些通知呢，就不要忘了开启小铃铛。说到每年这个樱花绽放的美丽常常会让我想到了这个家人和亲朋好友的爱。那这些爱呢，过去都一直存在，但是我们因为平常的工作太忙了，或者是年轻的时候学业太忙了，我们没有时间去好好的体会、体验和享受。那现在呢，既然退休了嘛，我们有更多时间，生活的步调慢下来，我们就要把握机会。更好好的去体验这些这些亲朋好友和家人的关怀，同时呢，要彼此互动更多，去创造更多温馨的回忆。相信如果真的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去创造这些温馨的回忆，到了我们真的年老的时候，真的也走不动了，我们还是非常每当这个樱花盛开的时候，我们都会体会到这样的爱，而且会有更好的美好的回忆。
另外要提到的是，在这段时间内呢，我不仅温故知新，回忆了过去的种种一切，而且呢，也学会了一些新的科技和生活技能。那更开发了一些新的爱好。我想，回归自然，享受生活，也是一种很好的这个方式啊，来过退休生活。那么，在以后的视频里面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陆陆续续的把这些都分享出来。也许对一些还没退休或准备要退休的人，会有一些帮助啊，让你可以事先做一些预备因为他们说嘛退休后大概蜜月期大概就是几个月到1年，这段时间你是最快乐的，你刚刚离开工作场合，你不需要去顾虑朝九晚五的一些压力，但是慢慢的呢，其实会产生另外一种压力，也就是你不晓得怎么去过你的生活了那你就是必须去开发一些新的爱好学一些新的技能然后让这些新的技能和爱好来充实你的未来生活，同时你也会认识一些新的朋友那这些新的朋友也不三人行必有我师嘛那这些朋友也会带给你新的 idea、新的想法新的过日子的方式，好吧？那我们就陆陆续续来在我未来视频呢分享这些然后也希望各位给我更多的指教咯，更多的这些鼓励。好，我们待会儿再继续聊。那谈到这里，也许各位朋友们会好奇，我下一支视频会是怎么样的视频呢？我想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我过去喜欢登山，钓鱼，也喜欢这个健行、露营各方面的 outdoor 活动。那我想我就会从这些我比较专长的部分开始做起，而且我还会做一些料理的这些视频那所以期待下次你看到我的视频，就是到野外去找一个山水宝地，然后做一些野炊的这种活动当然我们会从简单的开始做起啦，因为知道到户外野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没有办法把家里的厨房的工具都带过去那食材的准备上面也比较麻烦，所以呢我们会从一些比较简单的轻食做起然后找一个山水宝地，然后就带一些我们预备好的食材，然后在那边做一些好吃的料理给大家看那当然也希望能够在看了视频就能够学着去做，其实都很简单的那先说明我不是厨师我的专业不是厨师我只是有这种喜好，然后因为也喜欢露营郊游，那么喜欢在野外做一些野炊的这种活动那只是把我的生活分享给大家，就此而已啦。也以后也希望各位给我们我的视频多多的指教也许我们也可以从你身上学到很多的东西谢谢。当影片接近尾声时，我要鼓励我所有的亲朋好友们，无论年纪多大，都有机会开始新的冒险。退休后的生活就是新生命的开始。同时呢，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加入我的行列，一起分享生活中的美好，让我们一起见证一个普通人如何在退休后来得到重生，如何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找到快乐和意义。这不仅仅是我的旅程，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旅程，因为每一个人都值得拥有一个精彩的故事。如果你已经看到这里，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很大的鼓励咯。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了，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留言鼓励，并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